大家好，今天10月10号，上周的视频是有跟朋友们提过，礼拜一我们去观察一下比特币会不会做向上变盘的动作，因为4个小时里面的 MACD 指标时间是不够。那经过2天周末的缩量调整，比特币的价格已经是稳在我上一周给大家一个支撑位，从19000美金修正到19300，而且这2个下影线的低点是完全给足了多方买入的机会。你如果前面18800没有看我的视频，没敢买的话，在这个位置都是买点啊，压回来都是买点啊，不管你有没有买，我个人是又在买了，买那个狗狗币。不然今天视频来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位置，昨天已经有跟大家聊过，它是2根上涨，主力并不着急于进攻，全部洗了回来，就类似前面6月份的这个位置，当时比特币达到17000。上去全部洗回来，上去全部洗回来，而且这里面时间的结构是非常的像，有可能当下的这个位置不排除这2天估计是要往上去变盘啊，而且这个位置的一些指标的形态，包括日线的4个小时的，跟当时的这个位置是非常的像啊。等下来跟大家探讨。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ROK 返用20%，或者是先流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不用认证啊，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价格它是稳在19500美金哦。前面这个高位过高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追啊，就是看压回。那压回我也不知道会压得这么深，真的又压到这一个19300。那昨天已经跟大家讲，有可能当下的位置就类似这个区间啊。它在这个高点见高以后，1、2、3、4，第5根变盘，1、2、3、4，第5根就不跌了。那有没有可能现在感觉是有一点虚拟量出来啊？不然我们观察一下这里面的形态跟前面的那个位置有没有相似之处？我们可以把一些均线加上去啊。有一点是这样子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在这个位置是在守这个20MA， 现在20天成本来到这个位置。那还有一点就是已经讲了一段时间，上面是有一条60MA 压力，还有一条是120MA。2条线是全部压在头上，但是我们要细心观察一下，其实120天的成本今天已经来到这一根了，明天这一根去掉，后天这一根去掉，整个区间半年的成本全部在这个区间。所以我的观点是，既然半年时间它跌不下去，我们尽量看长线，不排除这一次完全是有可能去挑战这一个60的 MA。 我们如果要做空的点位，你尽量等它上去以后，看下一步能不能来到3万或者是29000的位置，到时候再看有没有压力。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这一次是20MA 是守得非常的坚强，根本就不肯下去，那这一个 KD 指标也是在50上方啊，这个黄色的这条线是在50上方。那我们再观察一下，就是 MACD， 其实这一次完全不排除啊。我上一次在这个高点的时候是有跟大家讲，这个高点它不宜马上过高的话，这边会形成背离。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MACD 指标，就是当时过高的时候，这个 MACD 其实这个柱状是放得非常的漂亮，它没有形成背离的走势，所以就这个高点，其实就是很短的这个高点，并没有过这个高点，压回来，我的观点还是一样，方向尽量往上去看。下一次如果有背离的时候，比如说价格过高，它指标没有过高，柱状没放出来，有可能到时候看有没有空点。那还有一点，短期有一点再一次鸭子张嘴的迹象，所以这个位置其实跟当时的这个位置是非常像。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当时来到这个高位的时候，这边也是柱状没有背离哦，没有背离，而且是在压回的时候，这边是再走了一次鸭子张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其实压得非常的深的位置，再来了一个鸭子张嘴，所以这一次有没有可能鸭子张嘴？而且在这一个点位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KD 指标的这个低值哦，也是在50附近再一次金叉，所以有可能这个位置，我的观点就是非常像啊，就是同一个主力涨上去全部洗回来，或者是这个位置涨上去全部洗回来，还有这个位置也是一样，基本上就是不断的在洗啊。我们再观察一下4个小时，我前几天是有跟大家讲过，当时在这个位置啊，也是没想到会洗得这么深，就是因为这个 MACD 指标时间没有到位。那现在时间已经到位了，接近20根啊，20根有没有可能再一次金叉？还有一个重点，我们尽量观察一下它的裸 K。在这个区间的时候，比特币其实现在是在稳区间，
稳区间为什么？因为上方有一个区间被套在这个位置，它这边也要稳个20根左右的区间，到时候看有没有可能往上去突破。那还有一点，如果是在这几个低点没有敢买的朋友，我的观点是这样子你细心观察一下这里面的量价形态，是有一点不太漂亮，就是涨的时候是在缩量，跌的时候又在放量。那有没有可能，如果是把这个高点给过？因为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是有量刚刚是早上盘中有观察到一个迹象，就是跌的时候好像有人要制造恐慌，是不是要骗一些筹码？你这个位置为什么放大量？现在是又收起来。那我跟大家讲的一个观点是，如果他把这个区间给突破，你如果是在低点没敢买，你去买这种突破的位置，就说明这个位置大量又是被人给接走，它有可能上去不一定要使用很大的一个量能大致的一个思路就是这样子嘛。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也是很漂亮如果我们看它的均线跟比特币是非常的像，就是稳在20MA 上方，然后上面又是有一条60MA 压在头上，就这一条绿色的，而且成本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狗狗币的成本已经是120的成本已经是来到这个区间，然后60的成本也在这个区间，不排除有没有可能这一次只要这一个趋势没破如果是短线的交易者，你担心它要往下去跌，你就不然就观察这个趋势不要破，有可能这个位置上去就是盈亏比你自己去计算嘛，在这么近的趋势的位置，它只要这个位置没破，那你可能在这个位置买的话，万一是真的往上变盘，有没有可能很大的一个空间？就是盈亏比，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赌那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的 MACD， 其实跟那个比特币就是非常的像，它这一次这个高点的时候，它的柱状也是没有背离而且是现在是稳在零轴附近有没有可能这一次也是要走一个鸭子张嘴，然后这个 KD 指标会不会再一次走成金叉的结构？而且我们也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4个小时它是比比特币我感觉更漂亮，可以看到它涨的时候已经是在放量，然后跌的时候是在缩量。从量价结构里面来观察，如果从1个小时是看得更明显，有没有看到？就是涨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有量，然后这一根跌的时候是没量。那这2根量呢是差不多，而且是短期价格已经是感觉有一点过了这个高点，不排除如果4个小时它能突破这一个平台，有可能就是要往上去进攻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